有些人是天生主角，所以我总说高人是用来学习的，不是用来指指点点的。我佩服的一位大哥已经是影视行业的领军人物，身上却有一股子这个圈子里罕见的侠义心肠。平常看见不平之事，总是随手转发鼓与呼，对于不公心生气愤，勇敢发声呼唤正义。其实谁都知道明哲保身是当前的常态，功成名就之人犯不上说多错多，公众人物那么多，公开力称公义的能有几人？都躲得远远的。其实不管闲事也能理解，只不过路见不平一声吼更让人尊重。许多人都劝他不要惹祸上身，就相当于黑恶势力团伙当街围殴无辜群众，围观的起哄的敢怒不敢言的太多了。你本来在门市房好好做自己的生意，就这么不管不顾的冲出去，坏人马上就把你们一起包围。可是这位大哥就是这样的人，记者出身，艰苦拼搏，底层逆袭，见不得欺压凌虐之事。尤其是转战影视以来，一直做的都是直面现实的题材，更多的感受到美好生活离不开正直正义，这就是人家的高度和底色。随万千人无往矣，侠义心肠，有菩萨低眉，有金刚怒目，还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力。这个社会需要这样的领军人物。英雄不是用来仰望的，他就是来拯救。榜样的力量无穷，人微言轻，沉默的大多数做不了主角，但是也要站稳立场，站脚助威，做一个谁不能治心向往之的群演。参演这部打击黑金帝国的零容忍大戏，还有一位年轻人意志力同样惊人，蒙受不白之冤，靠坚强一步步爬出深渊，有眼界，有定力，有方向，有自己不疾不徐的脚步。灾难怎么可能是人生的礼物？只是蒙受灾难的人破茧成蝶，才可能把血与泪熬成财富。这两个人都是天生主角，致敬他们的坚持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。因为我不想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小概率事件有一天变成大概率的现实。因为我喜欢铁肩担道义这种稀缺的品质，我喜欢干净的眼神，我喜欢一个年轻人不怨天尤人，而是挺直腰杆学吉他，骑行远方，埋头音乐，打造潮品牌，拍摄短片，在逆境中还能创造一个又一个惊喜。我喜欢有一种人永远坚持做自己，我喜欢围绕在一种精神和象征周围的爱与陪伴，不离不弃。我喜欢这种喜欢，即便这一战过后，一位老教师退隐田园也可安心，毕竟有幸走过一段时光，我来到，我看见，我征服。